近的語術科技真是火遍了全球，前有德國總理帶着工業半壁江山飛杭州語術科技看機器人打醉拳跳華爾茲，後有印度上演大型造假現場，把中國語術的機器狗撕了 logo， 就敢謊稱是自己自研的。而最離譜的當屬日本，直接把中國機器人穿上僧袍送進寺廟出家當和尚，這操作小編看一遍笑一遍。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際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下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前不久，莫茨帶着30位德國頭部企業高管訪華，放着北京的重頭戲不顧，專程飛杭州打卡語術科技。現場有多熱鬧？機器人耍長棍、打醉拳，還能和德國高管跳華爾茲。嚴謹刻板的德國人當場秒變機器人迷弟，有人伸手碰機器人，還被同伴急着提醒小心點，別弄壞了，很貴的。德國這邊是真心實意來學習，印度那邊就搞笑了。最近的印度 AI 影響力峰會上，印度一所大學高調展示了一款叫獵戶座的機器狗，教授還自豪地宣稱這是他們團隊自主研發的尖端成果，是印度 AI 實力的象徵。結果呢，眼尖的網友一眼就看穿了，這根本就是中國語術科技的 Go2機器狗，在印度市場明碼標價1.5萬到2.3萬人民幣就能買到。更諷刺的是，為了裝得像一點，他們還把機器狗身上語術的 logo 和 Go2標誌撕得乾乾淨淨，堪稱教科書級別的造假。被實錘後，校方不僅不道歉，還倒打一耙，說採購機器狗是自主研發路上的里程碑，把造假美化成學習。連社交平台都看不下去，直接標注他們的說法具有誤導性。最後峰會主辦方忍無可忍，直接切斷他們展位的電源，把他們趕了出去，淪為全球笑柄。看了德國的真誠，印度的荒誕，再看日本的操作，只能說日本人是懂因地制宜的。既然造不出好機器人，那就直接拿中国的來改裝，還改出了新花樣。就在马年春晚後一周，2月24日，日本京都大學的教授們幹了一件讓全網笑噴的事，讓中國語術的G1人形機器人穿上僧袍，書盡佛經，硬生生改成了一台能雙手合十、能論佛書法的僧侶機器人，名字還挺有格調，叫佛陀機器人。乍一聽，這事兒簡直離譜到不真實，但確確實實是真的。日本每日新聞2月24日還專門報道了這件事。這款機器人的硬件底座完完全全是中國杭州語術科技製造的G1人形機器人，售價大約1.35萬美元，而它的腦子是美國 OpenAI 的語言模型，相當於日本和尚的身份，美國的靈魂，中國的肉體。京都大學的熊谷誠慈教授團隊就是這款機器僧的開發者。熊谷教授本人還是一名僧侶，他們給機器人編了程，複刻了僧侶的緩慢步態，每分鐘只走20到30步，還能自主避障，在寺廟的木質地板和台階上緩步穿行，一點都不會磕碰。除此之外，他還學會了300多種標準動作，雙手合十、鞠躬拜禮、結跏趺坐，甚至連焚香這種精細活都能精準複刻，比一些剛入門的僧人還標準。最厲害的還是他的嘴。團隊把大量佛教經典文本灌進 AI 模型，經過深度學習後，它能實時和人對話，還能識別情緒，當傾聽者。有人問嗜酒難戒怎麼辦？它會引經據典的勸解，遠離損己傷身之物，持守不飲酒戒，勤修善行，方為究竟安樂。有人說他自己性情急躁，他會開導，務求速成，安住當下，逐一關照所遇之事，辨明本心所需，徐徐而理，自然成名。要是不告訴你這是機器人說的，放在心靈雞湯裡都毫無違和感。可能有人會問，日本好好的，為啥要讓機器人當和尚？其實背後全是現實的無奈。日本僧侶數量正在以年均3.5%的速度減少，老齡化加上少子化，導致越來越多的寺廟無人主持，有人辦喪事都找不到和尚念經，日常的誦經、祈福儀式也沒人操辦，很多偏遠寺廟都面臨倒閉的風險。所以這款機器僧就被寄予了厚望，它能自动完成晨昏誦經、祈福灑淨等基礎儀式，能幫寺廟維持日常運營，還能給那些不好意思向真人傾訴的人提供一個不會疲倦、不會批判的傾聽者。有參與測試的人說，向機器人坦白職場挫折時，不用擔心被評價，這種安全感是人類難以給予的。
研發團隊還計劃在2027年推出寺廟機器人租賃服務，讓偏遠地區的小型寺廟能以較低成本維持運營。小編覺得日本這波操作雖然離譜，但也算是物盡其用。只不過連和尚都要靠中國機器人來當，也從側面反映出日本的機器人產業是真的跟不上節奏了。要知道，日本曾經也是自詡機器人王國的存在，從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研究智能機器人，可如今卻要靠改裝中國機器人來撐場面，着實有點尷尬。日本京都大學推出僧侶機器人，加上馬年春晚語術機器人的驚豔表演，日本網友徹底炸鍋了，評論區吵翻了天，各種奇葩言論層出不窮，有震驚的，有酸葡萄的，還有自我安慰的，還有清醒反思的。看完小編整個人都笑暈了。先說說日本網友對僧侶機器人的評價，一半人覺得新鮮，一半人覺得心酸。有人調侃以後去寺廟拜的可能不是真和尚，是中國機器人。有人吐槽日本連和尚都要靠外國機器人來當，這是徹底擺爛了嗎？還有人清醒地表示，這款機器人的身體是中國的，腦子是美國的，我們只提供了寺廟，說出去真的有點丟人。而真正讓日本網友破防的，還是馬年春晚的機器人表演。今年春晚，玉樹科技的機器人上演了全球首次全自主人形機器人集群武術表演，一套醉拳行雲流水、空翻、大回旋穩穩落地，僅12個小時就收穫了230億6300萬次播放。不僅國內觀眾看呆了，日本網友也徹底被震撼到了。日本社交媒體上有很多博主轉載了春晚機器人的表演片段，評論區的情緒複雜到不行。有網友直接震驚，這真的不是特效嗎？中國的機器人1年就進化成這樣了？還有人感慨，我曾想象過這樣的時代，但親眼看到還是忍不住感慨，日本已經落後了嗎？當然，也有一些嘴硬的日本右翼網友在評論區自我安慰，中國製造的東西都是假貨，這肯定是特效，他們很容易壞的，會冒煙着火。難道你們忘了日本的科技實力嗎？日本才是最棒的。可這些自我安慰的言論很快就被其他網友反駁，別自欺欺人了，中國機器人的實力我們有目共睹。日本的雙足機器人現在還走得慢慢吞吞，差距太大了。還有不少日本網友在誇讚中國機器人的同時，也開始反思：我們無法與這樣的國家抗衡。日本不斷試圖修改憲法，卻在科技上被遠遠甩在後面，是時候認清現實了。其實，日本網友的這種失落感不是沒有原因的。曾經的機器人王國，如今卻在人形機器人賽道上被中國遠遠超越，這種落差確實讓人難以接受。可能有人會疑惑，日本當年在機器人領域那麼厲害，從能走路、能倒水的 ASIMO 機器人到各種精密的工業機器人，一直是行業標杆，為什麼現在會落到這般境地？其實，日本機器人的沒落早就有跡可循，不是偶然，而是多種因素疊加的結果。第一個原因就是日本過度執着於工匠精神，說白了就是太追求完美，反而難以落地。日本工程師研發機器人，總想着把機械結構做到極致。就比如 ASIMO 機器人，單台成本高達數百萬美元，雖然精密到無可挑剔，但根本無法批量生產，也無法投入市場，只能當做展品，好看卻不實用。而中國不一樣，我們利用完整的供應鏈，把人形機器人的成本壓縮到和高配版汽車差不多。2025年，中國的人形機器人出貨量佔到全球的90%，形成了壟斷級優勢，普及度越來越高。第二個原因是日本缺乏頂級大模型的支撐，軟件和算法嚴重斷層。數據顯示，日本生成式 AI 的使用率僅為26.7%，遠低於中國的81%。而且在2019到2023年間，日本沒有推出任何一款大型 AI 模型，這就導致日本的機器人大多還停留在預設程序階段，只能做一些固定動作，無法像中國機器人這樣實現自主交互、自主避障，更無法完成複雜的動作和對話。即便有日本企業獲得高額融資，也多集中在工業機器人領域，難以彌補人形機器人的短板。第三個原因就是日本的產業生態太保守，創新力不足。日本企業對新技術的投資非常謹慎，初創公司的早期融資平均只有9.1萬美元，約合人民幣62萬，遠低於國際水平。
很多有潛力的初創公司因為缺乏資金，無法繼續研發，而且日本91%的企業 IT 預算都用在維護老舊系統上，不願意投入資金升級新技術，加上大量核心人才紛紛跳槽到美國硅谷，創新空間越來越小，慢慢就被時代甩在了後面。小編覺得，日本機器人的沒落本質上就是固步自封的結果，過度沉迷於過去的成就，不願意接受新的發展模式，既沒有中國完整的供應鏈優勢，也沒有美國的大模型支撐，加上產業生態保守，人才流失，被超越其實是必然的。反觀中國，我們不僅有宇樹這樣的龍頭企業，還有完整的產業鏈、充足的資金支持和強大的創新力，才能在機器人賽道上實現彎道超車。現在再看日本網友的各種破防言論，其實也能理解，畢竟從機器人王國到需要靠中國機器人撐場面，這種落差太大了。但不得不說，科技的發展不進則退，與其嘴硬自欺欺人，不如像德國那樣放下身段，認真學習，或許還有機會趕上。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